花了6天的时间了，来这边做个游玩总结吧。游戏在第2天会送墨羽飞龙，第7天是送弄潮人鱼。这只角色定位是复活，然后这只角色的定位是可以进行前排的沉默。2只角色都是非常好用的，甚至你要养到后期，不断的把它进行升星也是完全没问题的。而在氪金点的部分啊，如果你要得到更好的体验，至少要准备个1000块吧。首先是双卡的部分，每天会送你彩贝，还会送你体力，再送宠物蛋可以进行召唤。然后这里还有周卡部分，还有特权，基本上就是特权还有双卡全购买后得到体验会是比较好的啦。这款游戏还挺不错玩的，游玩体验大概82分是没问题的。我们先从角色推荐开始看吧。目前排名第1名用的角色有这6位哦，主角的神器搭配这边也有看得到了。详情部分啊，这里有战力的对比，这个是第2名用的角色，有这6位。详情部分战力对比是这个样子，队伍部分啊参考一下就好了，毕竟现在算是前期哦。网上部分我有找到最强宠物的一栏了，有 T0角到 T2， 还有不同系别最强宠物一栏，各系都有了。当然光暗系是最强的哦，也是重氪玩家才会养的哦。文章部分我把它放在下方留言区吧。我还找到了跨服战最强勇士榜进前8强用的队伍，就左上方那一队哦，右边那一队的队伍也是很不错的啦。但是很明显，这位玩家用1700万就能打赢1800万，可见他这个队伍是值得参考的。这个就是战斗影片到最后是这个样子啦。这个排名出来就有一定的可信度哦。如果没什么想法的话，队伍倒是可以抄一下。左方队伍长这样，右方的队伍是长这样。在游戏部分呢，也有提供阵容推荐。前期部分其实照着抄就好了，它都有一定的强度哦。甚至紫色角色啊，你的星数有上来的话，也是可以拿来使用的。紫色的这个火鸡啊，用的就很多。最主要就是它可以直接附加灼烧的效果，这样子在火系队伍在进行输出的时候啊，打出来的伤害都是非常高的。然后这边还有热门阵容，都是未来可以去进行参考的。热门宠物的排行榜，这边给各位看一下吧。热门值越高的啊，肯定用的人是越多的哦。那无火凤啊，它是手主角，因为我这只角色对于前期的帮助还算是挺大的。以上就是前4名，再来第5名到第8名用的角色是这样。那我们再往下看，第9到第12名是这个样子啊。游戏部分来做个快速介绍吧。先从重点开始说明，转蛋池的部分，台服我就不太确定了。我在玩路服，它有陷阱啊，心愿召唤啊，第2天才会出现，然后你要抽200次才会解锁，也就是说第1天你只会看得到幸运召唤而已，你抽的都不算在心愿召唤里面了。总之啊，心愿召唤是第2天才出现，你要不要第1天的转蛋存着拉到第2天来抽，就看个人了。我觉得这款游戏的福利算是普通吧，也没有说特别好，给的钻石的量还有转蛋的量挺一般的哦。这就是为什么前面会先给各位看一下，得到更好体验是要氪双卡的。以无氪玩家来讲，你可以存，但是你进度会慢非常多。再来另外一个陷阱就是第6天，也就是今天嘛，早上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限定召唤池，你可以看得到中间这里有召唤次数，你抽的越多，它会给你越多的奖励哦，最高可以抽到320抽。如果你第1天都不抽卡的情况下，存到第6天抽满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又卡在你如果不抽卡，你的进度根本拉不上去，你的强度本身就会太弱，所以以无氪玩家来讲倒是没什么差啦。不过你要考量到路的工会可能就会比较烂一些哦，因为毕竟这一款游戏是有工会战的，所以重点大概记得一下哦。第1天可能只有一般池而已，在路服部分，心愿召唤第2天才会出现，就看你要不要抽。又或者第1天你抽一抽了以后，第2天开心愿召唤，你也不要去理它，从第2天开始存，把剩下的招募券都拿来抽这个限定池。第6天才会出现嘛，活动有7天，也就是有将近快2周的时间可以那里存了。基本上抽完这整个奖励是没问题的啦。而后面送的啊，就是增长战力的装备啦。这游戏叫做龙骨，就是右边这里这4块，要解锁更多技能，你就要插龙骨。除了龙骨之外，中间下方还可以看得到有兽灵，这边也是打部位的装备哦。这款游戏啊，其实跟斗罗大陆魂师对决有点像，关卡的部分你就要打龙骨，还有打兽灵的部位哦。这分别会出现在挑战活动的限时项目。今天是周6啊，你可以看得到活动项目有那么多啊。第7天有攻城战，这一块我就无法参与了，多半是战力的比拼了。规则部分我看也不用注意太多细节。极地争霸的部分啊，是第5天才开启的，也是工会打工会的啦。这里有提供玩法的规则，这也是看战力的，你打得过占领后，你就可以取得宝箱了。再来呢，第2个活动今日悬赏，这边就是打兽灵的部位，领主来袭，这边就是打龙骨的，目前都还没开启啊，所以只能做口头上的说明了。要注意的就是今日悬赏的部分啊，是绑时间的哦，打各个职业的兽灵部位啊，如果你要再打同个职业，就要再等下一轮了。智慧奇缘其实就是问答，然后原始入侵啊，是晚上8点活动开启的，然后这是挑战关卡部分的这些玩法啊，其实还挺多的哦。然后还有竞技场，来看第1个幼龙洞穴，这个地方就是打龙骨的，各个职业都有。那第2个主龙
龙巢穴，看到这个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跟魂师对决是非常像的这边就看你的战力能到达多少啦，战力越高，你可以打得越后面像这种噩梦等级的，战力明显是不够的。万兽道场它就是爬塔战斗给各位看一下，进行战斗了以后啊，你就可以切出了，因为打一场要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万兽道场啊，它这个爬塔打到打不赢为止你就让它常驻一直挂着因为它都会打得非常久。丛林狩猎这个地方就是打经验材料的提升角色的等级。探索秘境，这个秘境啊就是进行战斗啊，拿宝物啊，从头打到尾这边也蛮吃战力的最好的话你可以带一个奶妈去还可以顺便回血把左下方的任务区块全部做完就行了，你点下去它就自动寻路了。宠物试炼这边也是打阶段的，一张一张打，接下来就是看你的战力如何了。把整个章节打完以后，它就会给你超高年份的龙骨这地方进行挑战了以后，战力比较低的可以直接跳过，当战力越来越近的时候啊，你就无法跳过战斗了，不能跳我们就切出来，你就可以看到有斧头在那边动嘛，你让它挂着就好了。海上迷途这个地方啊，一关一关打有正义效果给你，比较不一样就是这款是连续的打下去一天打一层，打到最后啊就是打 BOSS 看积分的啦。然后狩猎大赛这是一天打2次你可以先选好你要打哪一只角色的碎片，选定了以后进行狩猎，你1穿2 1穿5啊，得到的倍率是不一样的就像这样一箭4雕，那分数就一直增加了。然后右下方这边可以放招这个要记得放，因为它可以加很多分数。然后左上方就是成绩啦，弓箭用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是结算成绩，然后再分发奖励剩下的都还没开最后就是竞技场啦，有最强勇士啊，还有首领殿堂这些啦。这里是活动的简历给各位看一下，就讲每日的活动是这样子。从这个挑战项目来看活动就有这些。然后这是家园的部分，这里可以看得到有工会可以打 BOSS 打积分的，还可以进行队伍派遣。这边派最好都派紫色以上的，反正你全部派一派以后，后面就来领奖励就好了。工会这边也可以进行砍价，全部玩家都砍价结束了以后，你再进行购买会比较划算。这个是大厅的部分，还可以进行捐献，一键领红包。工会的内容和大部分游戏都差不多啦，那最大重点还是在于宠物的符文，这个地方可以装腐蚀像紫色品质的，你可以去进行重铸，变成红色或者是金色这样子进行替换，你的战力就会增加了。在这一块看的就是你的贡献值你贡献值越高，就可以做越大量的重铸这边会增加你大量的战力所以这一块的话还是要重视一下。在家园的海边这里还有海岛夺宝，这玩法比较偏向押标那种模式选好了一艘船了以后进行起航，还会被人家抢夺，派3位，挑战完成了以后他就会派遣出去了。还有每日的领体力有3次，超过时间你还要付20钻这些活动不再多介绍了，因为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最后我们看一下主线吧，当你玩了几天了以后大概都打几关就差不多卡等级了，而且主线难度其实是不高的右上方有日常任务，这个每一天都要做满的这你要注意挑战9次右龙巢穴，你要花很多体力来刷这个所以体力一开始不要全部用光以前按日常的需求去刷那些挑战副本会比较保险一点你看光日常任务就那么多了由上往下开始滑，你看有那么多，相信有一些玩家看到这个地方就开始觉得有点乱了，有些内容多又复杂。最后我们看一下角色成长部分吧，有分为主角，这边可以安插神器初期不用想那么多，你推主线就行了，神器就会送给你了，而神器还可以去进行强化并且升星而在宠物的培养部分，除了前面提到的有兽领的部位，还有右方的龙骨，再来就是升级啦，还有资质提升，你确定养的角色你就是投喂给他然后升星，你升越多星你的总体属性提高就会越多趴进化要进化到成长期，角色的技能才会全开中间上方你可以看得到角色头像有很多加3的，都是青年期而已所需要的材料就是爬塔，还有扫荡爬塔的关卡，就在这边进行扫荡就行了，也是消耗体力的。如果你本身无氪玩家的话，体力是非常吃紧的，你必须要算好每一个地方你是不是都有参与到，你再去做其他的项目因为有一些关卡你可以进行耗体力探险这边可以拿到额外的物品，像爬塔这边就有一个嘛，海上迷途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如果你本身是课长，你体力很多，你就可以用到这里来。龙骨的部分是可以进行强化的，兽领的部位也是可以进行强化的，游戏的部分角色可以进行重生，也可以进行直接继承当你角色替换上阵的时候，你就可以用继承的方式然后连接这块就比较不一样了，因为它是等级同步的机制，给各位看一下吧。假设我连接强攻型的宠物，下面就出现很多强攻型的其他阵营的角色都在这里你就可以进行连接连接了以后它会全部直接继承，这一点还算是很方便缺一点就是游戏要玩好几天才会出现然后在最初期只能连接1位而已。那注意这边有提到主星宠物及连接的子星宠物只能同时上阵1只所以在连接这一块要考虑清楚。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各职业都去进行连接啦，这样
样子你在进行搭配会比较方便一点了。这款游戏啊，每一天至少要玩2个钟头吧，就可以做足进度啊，所以肝度算普通，它也不算养肝的游戏啊。第一天会花更多时间啊，大概准备个4个钟头吧，从第2天开始这2个钟头左右吧，就能把事情都做完了。那么以上就是游戏的部分内容啦，总体而言蛮值得一玩的。如果你不觉得太复杂或者是太耗时间的话，真的蛮推荐来玩看看的。那么本支影片就到这里吧，大家拜拜。